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呢？买了塔罗牌却不知道从哪里开始，看了很多影片，翻了很多书，还是听不懂牌在跟你说什么。有的时候甚至会怀疑是不是自己没有天分。其实啊，你缺的不是天分，也不是许多零碎的资讯，而是一套温柔有系统的学习地图。这个就是我为你设计的米娅的22堂塔罗线上占卜课程。这22堂课呢，不只是教你怎么解牌，而是教你如何真正的跟塔罗牌产生连结，听懂它想要告诉你的讯息。更特别的是，我把吸引力法则的概念融入到整套教学之中，帮助你转化内在限制性信念，打开能量流动，吸引你真正渴望的爱情跟财富。这堂课总共有4个章节，22堂精心设计的内容，从基础观念、解牌方法到实战演练，一步一步的带你掌握塔罗，开启你跟宇宙之间的能量通道。第一章，踏上塔罗的魔法旅程，学会挑选自己的牌卡，认识塔罗牌的起源，了解大阿尔科纳还有小阿尔科纳的差别，还有怎么跟你的牌卡建立专属的灵性连接。第二章是解牌的核心技巧，逐章解析每一张牌的意义。重点呢不是死背牌意，而是让你学会运用直觉，每一次抽牌都能够精准的掌握宇宙给你的指引。第三章进入到实战应用的部分，3张牌、5张牌，爱情、事业各种问题，用真实的案例带你实际演练，帮助你清楚的读懂牌意，做出温暖又有力的解读。好，第4章呢，也是整门课的一个亮点哦。塔罗牌结合吸引力法则，帮助你启动丰盛能量。塔罗牌不只是解答问题，而是成为创造人生的强大工具。这是一堂线上预录课程，影片从4月30起陆续上架。购买之后呢，你会有1整年的观看期限。如果你在影片上架期间购买的话，观看期限会从全部影片上架完毕之后才开始计算。想学塔罗，现在就是最好的时机，点选下方链接，一起展开这段魔法旅程吧。Hello，选到第一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蜜雅。那我们今天呢，要来帮大家看的是躲不掉的桃花，属于你的正缘，快要来了吗？好，首先呢，我们来帮第二组的朋友看一下你们的验证牌验证的部分哦。第二组的朋友啊，我觉得你们是属于在人群当中啊，稍微比较细致、比较敏感的一群人哦。也就是说，其实有时候在人与人相处跟对话的过程中，你们很容易被别人的一个眼神，或者是说一句话给刺伤。还有可能你们在社群媒体上发了一篇文章，或是说一张图啊，或是抒发一些想法、留言等等，你会很去在意说别人给你的回馈是什么，回音是什么，有没有人按赞，或是说有没有人认同你，甚至你可能会就是不自觉的一直想要去更新，去看一看别人对这篇文章的一个回复，然后你也蛮在意别人对你的一个评价。但是现在啊，我觉得走到现在你们可能也经历了一些事情，所以啊，你们有一种慢慢的去调整心态，慢慢的把这样子很在意的心情放下，或是很多地方你就会强迫自己说，我不要去管，我不要去看，那个人其实也跟我没有什么关系啊，只是一个路人而已，所以他说的话对我来说其实也没有那么重要，我不应该为了这个情绪起伏。所以很多朋友你们可能会试着练习，或试着告诉自己不要在意。那对于感情这一方面呢，很多的
第一组的朋友啊，我觉得你们对于感情现在比较像是顺其自然跟随缘的一个状态哦。也就是说，其实你啊，在前一个阶段哦，是有给你自己设一些，比如说我未来对象要怎么样，类似理想的清单啊。但可能如果你经历过一阵子，好像岁月蹉跎，或是说怎么都找不到适合的人的时候，你们可能就会有一种心态说，好，我不要给自己太多的限制嘛，就如果这个人可以发展，我就先发展看看再决定，我不要给自己这么多的条件的地理上的限制，都认识看看，好，都先好尝试看看，出来谈谈，约会聊聊，拓展我的交友圈，然后我再进一步的再决定。也就是说，你们呢，可能就是会拿掉一些过往对自己另外一半的一些设限，用一个比较开放跟随缘的心态去认识人。但是这只是认识人的阶段呢。我觉得如果你们要考量要不要进入交往，或者是在交往往更进一步发展，因为有的时候有些人算是边交往边认识嘛，要不要再往更进一步发展，我觉得其实你们内心又知道有一些东西还是没有办法，算了，我还是有一些就是最基本的，比如说关于这个人好，我的另外一半我想要什么样子的条件，有一些东西是不能够放弃的，有一些原则你是会去坚守的。虽然有一些条件啊，你已经就是更改，比如说也许你过去会觉得说这个我的另外一半的对象另外一半的这个身高啊一定要怎么样，或者说一定要有什么样子的特质，然后到了现在其实有一些的这样子的特质跟条件你是有更改的就是你再回过头去看会发现，其实呢有一些是属于比较年轻的，或是比较学生时代的想法，现在你心态更成熟了一些，相对的某一些条件特质你其实会觉得其实它并不重要，或是说你会加强在其他方面的比重。但是有几点我觉得对你来说可能是完完全全你不能够去退让的，也许是一个忠诚，也许是说你希望婚后没有婆媳问题，所以关于他跟他妈妈的一个感情你是会去考量的之类的，或是关于这个人的一个有没有稳定的工作，我觉得这组的朋友有一些东西你们是绝对不会放的，要进入到下一个阶段。所以呢你们呢又会有一种我很想要谈恋爱，但是如果没有适合的人的话，你也不想要去将就，或是说就算你告诉自己好我是可以多多的去认识人，但是你又没有办法勉强自己进入到一个自己感觉不是这么对的一个状态所以呢你们到底是不是真的可以好像顺其自然，是不是真的可以这么随缘呢？我觉得其实也不见得，也不是这么一定但如果今天你随缘的过程中出现到一个你感觉相处起来都很适合，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又都符合你条件的对象的话，你可能就会这样子顺顺的走下去。好，这个呢我觉得有点像是第一组朋友啊你们的一个验证牌的部分。那如果你觉得是符合你的话，你们就可以继续听下去。我们在下一个阶段呢要来看一下你的正缘啊，你们大概可能相遇的时间的一个提示，还有这个人的一些人格特质，以及你们相处的一个细节。好，那首先呢在时间方面呢，你们这边有出现的是星期三跟星期天，然后还有数字1跟数字4，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留意一下星期天星期三可能是你第一次遇见这个人，或者你第一次知道这个人，或是你们第一次在网络上聊天啊等等的，或是实际的好面对面的这样特别的一天，
或者是说这边有1跟4嘛，也许是某一个月的14号，或者是说每个月的1号，8月1号、9月1号、10月1号，或者是每个月的4号都有可能哦。还有1跟4会有什么样子的组合吗？好，就是可能会是你们标注你们见面的日期的很重要的一个日子，或者是他会不会跟你约在什么门牌什么这样子餐厅的地址，然后就刚好是在14号14楼之类的。好，有可能哦。接下来呢，来看一下你们的这个对象。我觉得你们遇到的这个对象，他的能量很干净很纯粹，他会对于一些弱势群体啊，或是我觉得他对于一些受伤的人，或是一些小动物狗狗猫猫，或是一些老人，他是会去扶持的。也就是说，我觉得他是一个善良的人，甚至是见义勇为的人。如果有人需要帮助，他也会去协助，在他能力所及的范围内。那这个人本身是一个有能力的人呢，我觉得你们会因为他做的一些事情感动。他可能不是直接对你，也许是他去救助了其他人，或者是说他在什么样子的场合看到比如说你在路边啊看到需要援助的一些受伤的动物，或者是说呢他在他的就是生命的这个历程中啊，有遇到一些需要帮助的小孩、老人，或是有点像是，也不一定是小孩，也许是就他来说是年轻人或是后辈，可能遇到了什么样子的困难，他会提供他的专业，或是去协助他，也许是资助他等等哦。好，那我觉得你们会因为这个人他去帮助别人，或是做一些类似慈善，或是就是在日常生活中一些实际帮助别人的举动，也许只是一个很轻微的有人迷路了，然后他就很热心的去主动的去指路，或者是说有人的摩托车倒了，他就是很热心的去帮忙抬之类的。就是你们会被他不是直接对你好，是对其他人好，甚至是对陌生人的那种善心跟爱心哦，你会觉得非常的感动。特别是我觉得他在对一些弱势群体或者说一些小孩啊，或是对待猫猫狗狗、对待宠物啊、小动物啊，是比较有耐心、比较细致的，不会说就是对待他比他弱势的人，他就是换了一副脸孔，就是很凶等等的。我觉得他对于小孩子啊也是有那种要好好的去培养小孩，或者是说去让他有一个良好的价值观，或者说如果今天这个小孩子的环境不是很好，他可能也许透过捐款的方式会去帮助他。那如果是他身边中出现的这种亲戚的小孩，也许他会跟他谈一谈聊一聊，开导他之类的。所以我觉得他身上的这个地方是很吸引你的，因为你知道他是一个好人，而且他不是特别做给你看的，在你不知道的地方他也会这样做。所以我觉得在这样子很烦乱的世俗中，有很多诈骗嘛，诈骗当道，或者说人心不古，世风日下，你不知道该相信谁的时候，你其实觉得你可以相信他，因为他都这样对待好其他人，甚至他也不是要求什么利益的回报，因此啊，你会觉得跟他谈恋爱，他的人品应该是很 OK 的，是可以去放心的。好，那你看到他的时候啊，我觉得第一开始你们两个不见得会有很热烈的火花，而是你在跟他交谈的时候会慢慢的陷入，慢慢的坠入他的这个思考，或者是说他的这个脑袋里知道的东西，懂的东西。我觉得他不是属于那种非常就是
非常怎么说健谈，或是非常跟谁都可以聊得很开，然后都可以就是很像是不管见到谁都可以称兄道弟，然后就是打成一片。我觉得他比较不属于这样子的人，甚至有的时候他会不知道要讲什么。但是当你跟他对到焦、对到眼，或是说你们两个进入到某一个比较深层的话题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他是可以跟你聊得很开心的，他是可以滔滔不绝的，它是可以变成另外一副样子，就是可以一直跟你畅聊下去，变得很健谈。就是你深入去挖掘这个人，你愿意去打开他的话，你会发现他对于生命当中很多事情都很懂。比如说他可能是生活智慧王，知道要怎么样子就是选好吃的餐厅啊，或者说他知道要怎么样子投资理财啊，或是生活当中啊遇到一些困难，遇到一些难题应该要怎么解决，就是你会发现原来他这方面的知识也懂，那方面的知识也懂，还有电脑的知识也懂，投资理财也有一些策略，或是说他怎么修理东西，怎么煮好吃的菜，就是他可能各方面都有一些小知识小策略，你会觉得跟他谈起天来好像让人觉得很放心。第一个，他不是那种好像在某一个这种领域中很钻研，但是对其他的生活的事件都完全不管的人，就是待在他自己的象牙塔，或是待在他自己的圈圈，但是对这个要怎么生活其实是生活白痴。他不是这样的人我觉得他是一个有他自己的专业，可是也蛮接地气的人。然后我觉得他有一种蛮好的气质，就是磁场很干净，然后这个人他是聪明的，会思考的。那这里有一个能量是他呢，其实在他过往的经验中我觉得可能有经历过大风大浪，或是吃过苦吃过亏，也许是他可能早年父母离异，或者是说很早就是承受了一些原生家庭的辛苦的部分，有一种就是很成熟，然后有点令人心疼的特质。也有可能是他过往的感情经历不是这么的顺利，可能曾经相爱，然后因为怎么样没有走下去，或者说我觉得他经历过一些比较重大的打击，像是生离死别，也有可能是某一次好像很严重的失败。那你看到他的时候，我觉得他已经是一个比较丰裕富裕，或者说各方面都调整好的状态，应该是我觉得各方面都有了，然后也比较从容。好，但是他仍然因为过往的经验，所以我觉得他仍然是有一点点忧郁跟忧伤的特质在里面这个忧郁跟忧伤的特质是因为他是一个有故事的人。我觉得这个故事性会非常吸引第一组的朋友，因为你会觉得你面前遇到这个人，你很想要去珍惜他，疼惜他，跟了解他，就是他的那一种伤或是那一种忧郁是我觉得有一点微微的，就是应该说你知道他发生过一些事情，可是他会轻描淡写，他不是那种我很惨，然后我就是要告诉你很惨，然后一方面就是散发负能量给你的人。我觉得他不是，他是那种坚强的让你心疼的人就算他发生什么事情，他也不会好主动的去说，但是你从他的眼神可能知道他过往曾经经历了一些事情，或承受了一些压力，但这个东西他也许会把它包装成一个很幽默的事件，或者说你看我之前这样怎样，就是有点自嘲。可是我觉得第一组的朋友你们听起来会有满满的心疼你其实好像很想要去陪伴他，在他过往的人生的日子可以给他多一些温暖跟开心。但这个人我觉得他的这个忧郁他是有点不经意的，就是他不会放淡，就是大家不要担心，他并不是一个很黑暗的人，就是我觉得他会有一点
淡淡的这样子的气质，但是他不是会特别把它去放大，然后也不会去好像没事就一直说啊我很惨啊，我什么时不我与，他不是这样，他是一个很坚强，然后报喜不报忧的人。然后也因为我觉得他曾经经历过，他的生命是有层次的，是有立体的，因此在跟你相处的时候，他的心非常的柔软，特别是你在跟他互动，在跟他应对的时候啊，假设你有时候不小心出了糗，或是有一些东西你其实是不想要让别人知道的，他不会硬要去问你，或者说硬要去深挖，不会为了要满足他的好奇心就会一直问一直问。我觉得他是一个体贴的人，他会去转换，甚至有时候你不小心出了糗，他还会就是假装就是没有看到啊，或是帮你圆过去，他是一个会来救场的人。然后也是在言语中啊会很体贴你，所以我觉得你会喜欢跟他聊天，因为跟他聊天很舒服，他不会去探你的隐私，他不会去逼迫你讲你不想要讲的话，或是好，假设他真的看到了什么，他也不会，他就假装没有看到，或是我觉得他会帮你去守护你的面子跟你的心情跟你的情绪，不会有什么很负面的话或是攻击的话，这个绝对不会。相反的，他是一个比较温柔的，我觉得讲话也是比较对你讲话的时候，他是比较圆融跟圆滑，你会觉得跟他相处自己不会有好像常常被刺伤的感觉，因为你们比较敏感，就容易被一些话刺伤，或者说容易自己想很多。可是我觉得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是很舒服的。假设你对于某一块很自卑，比如说对于年龄这一块很自卑，我觉得他可能他也许不会直接的去提及，但他可能就会说他特别欣赏这种比较知性然后又成熟的感觉，他反而会好像想要去放大你觉得你不好的地方，他会觉得那个是一个优点，但他也不会好像直面的说你不要难过啊，其实这又没什么。我觉得他就是会用一种比较高明的方式去安慰人吧。对你来说，你会觉得跟他讲话真的是很舒服，然后慢慢的不知不觉的你们聊天就会越来越深入。好，那这个人呢，我觉得他有一个很温柔的磁场。好，这个温柔的磁场是因为他曾经，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他曾经跌倒过，那他曾经淋过大雨，所以他更能够知道要怎么样子去不要去做那个伤害别人的人，然后以及当别人正在经历他生命中的风暴的时候，要怎么去为别人撑一把伞。所以我觉得他有一种体贴的善意，然后他也会去放大你的优点，放大你的一个特质。好，那还有就是你们有一些情绪低落的部分，或是你可能今天比较累，我觉得他其实会感觉得到，这个好像是他天生的，他就会问你说你是不是走不动了，你是不是不舒服，或者你今天是不是工作上有什么事情，你没有跟他讲，可是他观察你的状态，他其实就会知道。所以你跟他相处的时候蛮舒服的，因为其实你们是需要好好被对待，温柔的被对待的一群人。他在我觉得情绪上跟生理上就是会去照顾你跟体贴你。我觉得在你不舒服的时候，他不会去勉强你，因为有的关系会是比较强势跟主导的，对方可能希望你配合他，他想要把你变成一个他觉得理想的模样，他希望两个人可以一起提升，或是他觉得说就是有一些目标必须要达到，比如说呢今天你们要去旅游，行程就是这样，他希望每一个点都可以踩到位，但是他可能这样的主导性人格人就不会顾虑说也许你今天生理期来，或者说你今天状况不好，或者你
就是他会去怎么说呢？有些人重视的是那个行程的完成度啊，我想要去的地方是不是都有去？有些人重视的是跟我一起玩的人，我们一起创造出的那些开心的回应。我觉得他是属于后者，他比较在乎的是跟我一起玩的人，跟我一起创造回忆的那个人，他是不是也开心？我们两个人是不是都开心？所以我觉得这段关系啊，它是那种平等的，好像平等的眼睛来到你的生命中去看见你，然后很真诚的看着你。他不是来打压你，不是来好像教导你，也不是来依附你，不是来攀附你的。我觉得你跟他相处起来就是可以很舒服、很轻松、很自在。然后他是一个会把你放在心上的人，他在做他的人生规划、人生计划的时候，他会跟你一起讨论。然后，如果你们进入到交往模式之后呢，我觉得他会把你带入到他的家人圈、朋友圈，他是一个公开透明的人，因此你会觉得我真的是很安心，我不必去要求他什么，对方就已经帮我做到了。就是你不必说我们什么时候要见你的朋友啊，或者你的家人啊，或是你未来有什么打算，我觉得他就会一步一步的去展现给你看。那另外我觉得小部分在这一组的朋友，你们遇到过这个人，他可能有过婚姻，甚至呢比较像是也许他之前的那段婚姻结束后，其实他是有小孩的能量，有这样子的能量。我觉得有些朋友你们会遇到这样子的一个对象，或者是说他本身呢是有经营某一个公司，或是他是属于团队的这种领导者，有那种照顾人的能量，他生命中有一些人需要他去照顾跟带领的。好，那你遇到他的时候啊，我觉得你会有很多很多的安全感，就是你会很放心嘛。有的时候感情啊，有一种感情是会为你的人生带来风风雨雨，但这个人啊出现在你生命中，我觉得他是跟你一起去建造遮风避雨的房屋，你很安心，你不用去猜测，你不用去看他手机的讯息，就是你不担心这个人会做出任何背叛你的事情。那你会有一种你不需要每一分每秒都去想他，都知道他在哪里，反而是我觉得他是一种很像家人，就是很舒服的陪伴。它是一个双方可以在同一个空间中各自做自己的事情，而不是一定要好像紧紧的去寻求对方关注的那个能量。我觉得它很像是你生命中一些必需品，像是空气，像是水一样存在你的生命中。你会觉得每一天有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安定的感觉，你可以很从容、很舒服、很自在的去当你自己。那也因为有这样子稳定的感情作为后盾啊，我觉得其实你们可以在这样子稳定的感情的基础上去发展很多事情。因为假设你们还没有就是在感情这一块定下来的时候，你可能会花很多时间在想，在烦恼我的另外一半，或者花很多时间去用交友软体，或是有人来介绍，然后花一些时间去跟别人不同的人约会，甚至花很多时间内耗，就是情绪低落，想比较多。好，今天呢在情感这一块你们满足了之后，我觉得其实你就会变成一个你可以在其他方面去拓展跟发展，做你想要做的事情，然后往下一个阶段去规划。也许你想要去哪里旅游，你想要学语言，或者说你对你的人生有什么样的计划，你想要转职学习，什么都有。然后我觉得它也会让你那种比较焦虑跟不安，还有想太多的情绪比较放松。因为你们过去可能假设有在那种感情中是很紧张的，或是觉得就是要一直狂打对方电话，然后就是很想要确认很多事情的话，我觉得很大一部分是因为对方没有给你安全感。对方有的时候就是说的模糊不清，或是说你就是觉得
不对劲啊，但是你又不敢去问，好像问了之后是自己太敏感，然后对方又会责怪你说你是想太多，可是你怎么样都觉得不对劲。我觉得那很可能是对方真的有做一些什么，但他又不想要承认，所以他就把这个推到你身上，变成说啊，你没有安全感，你想太多，你自己不信任我等等的。那我觉得在这一段新的这个感情中啊，你们其实不会有那么多情绪的纠结，不会有那么多小剧场，不会有那么多痛苦。你会觉得啊，原来我的感情也可以谈得那么舒服，以前真的从来都没有想过。你可能以为说啊，感情就是要有那么痛苦的部分吗？那今天遇到这个人之后，我觉得你的人生啊，其他方面也更加的上正轨了。包含也许这个人他可以去稳定的支持你做你想要做的事情，他会给你空间让你去尝试，让你去让你去想说，假设你现在还找不到方向，我觉得他会给你时间空间甚至是资源去帮助你，他相信你。还有我觉得你们会有一些非常实际的考量跟规划，比如说你们的金钱要怎么分配好，你们未来要怎么样子一起买房一起投资或是一起存退休金。好，在财务方面呢，我觉得你们会有一个就是比较实际的去讨论吧。你们两个其实都比较偏向想要有一个我觉得在财富上的一个稳定感，就是也许不会去追求一些很风险很大或者很投机的事情，所以这个在讨论金钱这一块的话，我觉得两个人实际规划要怎么存钱，然后要怎么样子运用金钱啊，其实会感觉到是能够跟这个对方沟通的。那你在跟对方相处的时候，也不会有那种绑手绑脚，在金钱上绑手绑脚，或是觉得对方好像有一些不公开不透明或不愿意分享的部分。那今天我觉得这个人他就是对于金钱的态度，或是用钱的方法，或是彼此之间分摊金钱的方式，是让你觉得很舒服的。就是如果怎么说呢，有一些情侣啊，如果金钱之间好像不是那么舒服，但又不好意思讲的话，可能就会有那种卡卡的状态，或是说你不是那么舒服，可是对方就是这样，你也没有办法去改变他，你就是必须要待在这段关系的，你要待在这段关系，同时就必须忍受那个金钱的不舒服点。可是今天呢，我觉得其实你跟他相处的时候啊，你们的金钱方式啊，理财方式啊，你其实是认同他的，就是关于彼此怎么消费怎么分摊啊，你其实是它会让你感觉到很舒服，绝对不会有财务上的压力跟负担。但是我觉得如果他可以的话，能够的话，基本上他是会愿意让两个人都可以过上一个还不错的一个生活。基本上他不会有那种好你就是要来跟着我好像吃苦，或者说你就是要来帮我解决生命中的一些麻烦跟问题。我觉得不是哦，他更多的是他希望另外一半跟他自己都是好好的，然后不断的往上的提升。所以我觉得其实你们在生活方面实物层面呢，会有很多的共同点。那这个共同点呢，会让你们要往更后面的阶段迈进，组建家庭啊，未来啊，可能双方父母或是小孩的部分，那些讨论的点，其实有时候你们也不用特别的讨论，好像就你的想法跟他的想法就是一样的。那我觉得你们两个会有一个很共同的信念支持你们走下去，关于人生想要做什么我觉得你们不是那种好像非要把自己的人生全部都奉献在工作中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能量相反的，你会觉得到了人生的一定的阶段啊，你其实会想要留更多的时间
给自己，或者说你希望时间的这个掌控度可以更加的自由，那同时啊，这可能就会变成未来你们两个共同的一个目标。那这个人我刚刚说过，他本身啊，就是在遇到你们之前，他有一些经历，所以其实你在跟他相遇的时候，他的人生的生命阶段，我觉得他已经各方面都处理的还不错。就是呢他可能也许外貌不错，或者说工作还不错，别人听到就会很羡慕，然后有一个还不错的成就。那你也许会想说自己也想要去追赶上他，或者说自己也想要去变得跟他一样，比如说他自己顶下一间店，或者说他自己去买一栋房子去打理，你就会觉得很不错的一个对象，自己也想要变得跟他更好。可我觉得他反而会告诉你说你现在这样就很好，因为每个人的环境、生长条件、思考模式都是不同的。也许他是比较符合社会主流价值观的那个成功，可是你不见得要跟他一样。他会鼓励你去发掘自己一些很独特很特别的想法，他会去看见你身上一些也许你自己都没有看见的宝藏。我觉得对他来说呢很多的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啊，不是这么的量化，不是说好今天一个100分的就是世俗条件100分的人，他就要找到另外一个100分的人来做他的伴侣。很多时候一些这种柔软的特质，比如说这种同情心啊，这种价值观啊，一些情绪啊，或者是说一些气质啊、魅力啊，或者是说很多啦，没有办法被客观量化的东西，这个东西也是非常珍贵的。所以我觉得在他身边的时候啊，你们会惊讶说，原来我可以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世界，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自己，而不是去打压自己，而不是去好像羡慕一些别人有的但是你没有的。你身上有一些很可爱的缺点，或是一些很怪异的地方，很奇特的想法，或者是说很古怪的小脾气，我觉得在这个人的眼里啊，看起来都是如此的特别，如此的独特，如此的可爱。那你不会好像不会再去想要批评自己，或是去觉得自己哪里不够好。其实你可能会想说，我的对象那么好，是不是也要当成一个能够配上他的人？我要再减几公斤，或是我要再拿到什么样子的学历、学位什么的之类的，或是我要我的薪水要赚到多少钱啊之类。我觉得其实不是，在他的眼中，你们就是很完美，甚至你刚刚就是脑海中想到的那些东西都不是他会去考量的。他会觉得我今天跟这个人有缘分在一起，就要好好的去把握这个缘分，并不是说我今天在婚姻市场就是要找到一个最好的物件，它并不是这样子比较功利的思考，就是我要找到一个最好的物件，我今天有这些条件，我要去交换一个好也可以拥有很多条件配得上我的人。我觉得他并不是这么功利的思维，事实上他觉得感情真的不能这样子去衡量你身上有打动他的一个特质，你不需要好像很严格的去检视自己的，好像包含了容貌啊各方面啊，给自己评级评分，或者是去打击自己。好，那他会好好的去呵护你的心，所以我觉得这是一段可以让你放下心，走起来很平静很轻松的能量。你们有那种可以白头偕老，可以相伴到很久，它并不是一时的激情，或者是那种一时的浓情蜜意，它反而是我觉得在
这种平淡的日常生活中是可以延续的很长很久很舒服的能量。好，以上啊就是有关于第一组朋友你们的讯息啦。我觉得你们遇到这个人真的好，非常的不错哦。那最后也提醒大家，米娅的塔罗课程即将要上架完毕了。那之后呢价格会调整，所以想要加入的朋友啊，可以赶快加入哦。我们下次影片见，拜拜。Hello， 选到第二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米娅。那我们今天呢，要来帮第二组的朋友看一下你们躲不掉的缘分你们的正缘。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正缘它是什么样子的对象。那首先呢，我们来对应一下第二组你们的验证牌第二组的朋友啊，我觉得你们蛮特别的，你们有一点点像是给人有一点反差的感觉。就是啊，你们很会伪装自己，不管你内心再焦虑、再紧张、再害怕、再担心你们可能都会在别人面前表现出一副很镇定、很无所谓或是很成熟的样子。比如说，明明在台上说话的时候很害怕，但感觉拿起麦克风就非常的有气势，非常的有气场，让别人看不见你内心那个害怕跟胆小的一个部分。还有这组的朋友啊，我觉得很多人第一次看见你们的时候会有一点点距离感，就觉得哇，这个人可能好像不是那么好靠近，有一点冷酷，不知道怎么接近。但其实跟你熟了之后会发现你们蛮可爱蛮搞笑，或者是说有很多无厘头的一个想法所以有一点这种反差的感觉实际认识你跟刚开始认识你会有不一样的面貌。还有些朋友是你们在办公室在工作的场合跟你私下跟家人朋友啊相处的时候是很不一样的，办公室是一个样子，但是私下好像就是解放一样，完完全全的不一样，穿着打扮啊或是说话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一个面貌。那另外啊，其实你们很习惯就是自己去消化自己的情绪你们不大喜欢那种可能很喧嚣很杂乱的一个能量有时候你可能会觉得疗愈自己最好的方式就是孤独的静静的给自己一个空间跟时间去沉淀。那你们其实我觉得你们其实会依照场合去有不同的调整跟表现。你其实可以变得很活泼就是很会说话，假设在工作场合需要或是面对客人的时候，你们可以展现出另外一个样貌。但是呢，好，私底下如果不对盘的人，你们就又觉得不大想要去搭理他。所以我觉得你们的能量有点像是如果你需要去表现出很热情的模样，你就会让自己去表现出来，但是你不会随时随地都是充满电的状态，因为有的时候这样其实很累。所以呢，在私底下也许你是很放松的，很不想讲话的，就是进入到一个很安静，然后自己跟自己相处的时间。对于你来说，你们其实不会特意的想要去迎合别人，或是对于很多事情你们有自己的想法跟看法，但你们也不会好像特意的去反叛，特意的去做一些就是要去跟别人抵抗的事。就是你们会这么想这么做，纯粹是因为你就是这么想，不是为了要去反抗他人或是反抗这个体制。那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啊，你们其实会依照比如说你面对的人是谁，还有你现在在的场合是谁，去调整跟表现出不一样的人设。对于那一些可能一些八卦或是同事在讲的一些东西，如果你没兴趣，你就真的没有兴趣，就没有办法打从心底去喜欢或是想就是去了解啦。你们可能会敷衍的去
就是这个还不错，但是其实你内心就是会想说我到底在这边干嘛之类的。那这组的朋友啊，对你们喜欢的事情啊，我觉得你们就是一个完全的投入，进入到某一种心流的状态，可以好几个小时在做这件事情，可能都不用喝水，都不用上厕所，就是自然而然的做完之后才发现现在已经晚上了，从白天做到晚上你都没有惊觉，你已经投入到这件事情上，这个兴趣上这么长的一段时间了。好，那你们其实不是很喜欢那种就是不懂你然后又硬要去装熟的人，或者是说硬要去打探你的隐私，硬要问一些有的没的这样子的人，不管他是好意或是恶意，当然更加不行啦。你其实不大喜欢别人过度的去侵犯你的一个界限，但是如果遇到你觉得是适合的人，你觉得跟他是同频的人，你们又很愿意真心的去敞开说一些你觉得一些比较内心或比较私密的事，就是如果你觉得那个人他是懂你的，是可以信任的，你又会自己去打开去说这些事情。好，以上就是有关于第二组朋友你们的验证牌。那如果你觉得有符合的话，我们就继续听下去。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正缘的部分咯。好，第二组朋友首先你们跟正缘相遇的时间这边牌卡有提示。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这边有数字2跟数字7，所以呢，也许是27号，某一个月的27号，或者是某一个月的2号，某一个月的7号。那这边还有7天跟7个礼拜，所以我觉得第二组的朋友其实很快，也最快1周就可以遇见这个人。那慢的话，我觉得大概2个月不到2个月的时间也有机会去遇见。那这边还有一个重要的提示是星期一就是星期一会不会是你们第一次见面遇见的日子，或是第一次深入畅谈的日子呢？有可能是在网络上遇见，或说你第一次感觉到这个人你是非常的心动的，或是你们在这一天做好了什么样子的承诺约定，都有可能留意一下这个星期一的日子好，那你们遇到的正缘他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呢？我觉得你们的正缘他是一个抗压性很强这个可能跟他的成长背景有关也许他是单亲家庭，或者说他在成长过程中遇到一些不是这么好的人跟事。那我觉得他某一部分跟你们蛮像的，他也是属于默默的消化自己情绪的人，所以我觉得你在跟他相处的过程中去听到他以前好像生长的那个背景你会觉得哇，其实很厉害，都不知道他是怎么样子撑过来的，或是他讲的一副很无所谓很轻描淡写的样子，但其实你很心疼他。然后这个人身上有独特的一个魅力就是他是那种好像他讲话别人就会想要听，然后他说的一些事情，说的一些道理就很多人都会去追随跟信奉，有一点那种老师的能量，就是他一开口底下就有很多人想要去听他的说话，听他的声音然后觉得很欣赏他这样子，就是他本身做事他的工作态度是非常非常认真的，就是该完成的事情就会完成，他不会拖延。因此我觉得你会非常欣赏他在工作上这样子的认真的态度。那这个人呢，他也是一个我觉得稍微他不是那种好像很容易去敞开心房的人，也就是说我觉得他是一个比较谨慎的人，他可以跟你就是他可以跟外人有那种很好的社交，可是对于他自己的内心他并不是很容易的去敞开。也就是说也许在日常生活中他有一群人可以跟他吃饭唱歌聊天会有一群朋友打球但是要谈论到自己内心比较深刻比较柔软的部分他可能会觉得没
没有真心的这种知己。所以呢，我觉得当他遇到你的时候，他会觉得很珍惜，然后会跟你去坦诚吐露很多的话。即使你们才见面没有很久，或者是说那个时间没有很久，但是他就把你当成是一个可以吐露心事的人。好，那第二组的朋友啊，我觉得小部分的第二组的朋友，你们遇到的人，他会是一个有一点像是救人的能量，这样子，好像以前曾经遇到过的缘分，或者是说我觉得他跟你以前遇到的一个对象，他是有很类似的气质能量，或者是相同的这种职业哦。有些第二组的朋友啊，你们遇到的对象，我觉得他是从事这种疗愈类的一个工作，他讲的话说的话做的事情是可以帮助到别人的，也许他是这种老师咨询师，或者是他是这种医疗方面的，或者是说他是一个歌手，他的唱歌开口是可以疗愈人心的，或是他的创作是可以帮助到人的，也有可能是他在他的公司有那种提携后辈的一个能量就是他会带领大家往前进，或是帮大家去想办法去争取一些事情，有这样子的能量在。那我觉得这个人有可能是在某一个你跟他怎么说呢，一起参加某一个共同活动认识的，也许是旅行团外出爬山或是聚餐，那有可能是你跟他认识之后，两个人一起去参加这类型的活动，就是这边呢我觉得会有那种身体比较动起来的一个能量就是也许你们在室内的健身房一起运动，或者是说一起去户外爬山各种就是有关身体活动的能量那它的整体的条件我觉得它是一个对于生活有想法、有冲劲，然后很有责任感的人他对于自己想要做什么其实很有规划，有可能他是靠着自己的力量，好像去移民或是去海外读书念书，有这样子的讯息，然后在可能还不错的公司或者说还不错的行业工作。那对于他来讲是我觉得他会想要把生活的每一个应该说每一分每一秒好好的去利用，不是那种想要去虚度光阴的人。也就是说他会用力工作用力玩，在工作的时候也会拼尽全力，但是玩的时候他也会给自己安排一个很长的假期，可能去滑雪，然后去吃美食去看风景等等的，他是这样子的一个人好，那我觉得如果你们刚刚说过少部分的人你们遇到的人可能是一个救人的话我觉得如果是救人的话，偏向是对方主动的去跟你联系，就是有一个什么样子的场合他就是好像必须要去跟你联系，也许你们之间有一个共同的朋友，两个人需要去探望这个朋友，或是说因为什么事情我觉得让你们去牵起了这个缘分，然后好像也不是很刻意为之的，或者说他其实很开心有这个机会可以跟你重新联系，有这样子的能量那他跟你重新联系之后你们会有一次我觉得算是比较深层的交谈。一开始呢也许是讲那一次联系上的事情，没有多说，但是接下来我觉得可能会有一次比较深层的交谈，然后呢彼此之间好像就是有一种默认许可让这一段缘分再次进行的能量。好，那这个人我觉得你就是你有一种我觉得你们的正缘是一个很可爱的人，你有一种会被他逗笑的能量，特别是在你低潮的时候，特别是在你不开心的时候，他会想办法去做一些事情让你感觉到你是开心的，然后让你感觉到你是就是可以对这个生活重新有动力有期盼的如果说你
的生命啊，你被困在一个好像枷锁或是一个很巨大的不开心走不出来的话，我觉得他也有可能做出某一种决定，在你们进入到感情关系中，他可能会去进入某一个决定，就是把你带离开来那个环境，比如说我们两个就一起到别的城市去工作，或者是说呢他会为了你做一些改变，然后搬离他原本的地方，然后到你的城市跟你一起居住。就是我觉得你们两个会做一些生命中比较大的调整，去转换，可能转换原本不是这么适合你的地方。我觉得这个人他是一个很有勇气的人，就是他相信自己无论放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他都能够去很好的去建立起他自己的王国，他自己的体系。他是一个很大胆很有想法的人，然后我觉得他某方面呢也是拥有这样子金钱的一个头脑嘛。第一个有可能就是他本身很会赚钱，知道怎么样让金钱就是的能量是很丰沛的。第二个可能是他本身对于投资理财是有想法，是有研究的。那我觉得你们两个会共同的去创造一些事情，去创造一些美好的体验，去创造一些美好的冒险，或者是说我觉得你们两个可能会去创造属于你们的这种组织体系，或是一个事业体，或是你们两个的作品，你们两个的孩子等等的，也是属于一个创造。所以你们两个的相遇啊，本身是一件我觉得非常非常美的事情哦。好，那有一些朋友啊，你遇到他的时候我觉得你们会有一个比方说很现实环境中的一个考量点，让你不知道要不要去接近他。也许是两个人的身份，可能你们之间有老师跟学生，或者是那种上对下，或是某一种就是伦理上的关系啊，可能不是这么好突破。可能他有他的专业性在，然后你是他的一个客户，就是因为有那层关系在，其实是不是这么的好突破的。所以两个人也许会因为某一个专业性的问题，或是某一个当下那个场域互动的身份，会稍微停顿一下。但是呢，有机会他会去试图引导，也许你们比如说那种专业的合作结束，或是治疗关系结束，师生关系结束之后呢，也有机会去进入到私底下，就是建立成一个朋友的关系。我觉得对方有可能会主动去做这样子的一件事情，主动的去跟你联系，然后你们就是会从朋友开始慢慢的升温，慢慢的去了解彼此。好，那这个人呢，我觉得你们的故事前面有说过是非常非常的美的，然后他对于你的来到他的生命中，他也是很开心的。他等待你非常非常的久，在你之前呢，他也遇见过，我觉得他是谈过感情的，有过感情的经历的。那他可能在这样子寻寻觅觅的过程中啊，他遇见了你，他第一次觉得他终于能够去敞开心扉，他终于有一个能够把一个可以放在心上，可以去挂念，可以去想的人。可能在遇见你之前，他有很多的，因为他本身条件很优秀，所以在遇见你之前，也许呢有很多人喜欢他，然后他也就是有点像是就是怎么说呢？别人来找他，他就是好，那我就试试看。因此可能他有一些经验，像是别人看起来会有一点点花心，但我觉得他其实是在尝试在理解对方，以及在尝试理解自己究竟想要什么。就是有这么多好美丽的事情，或者说有这么多人，他也就是想要去试试看，想要去了解看看究竟自己在感情中的一个定位究竟是什么。因此他之前可能有经历过多种尝试的阶段，那一直没有找到适合的，一直没有停下来，一直没有令他真的很动心的对象，或是可能曾经有过，但后来又因为好像深入交往之后，相处之后，有一些东西跟他想的不一样。好，对于遇到你这件事情啊，
你们是彼此灵魂中的好重要的另外一半，所以我觉得他有一种终于动心了的感觉，终于动心了。动心之后啊，他会去为你做很多他以前不会做的事。也许他以前的男女朋友遇到他，看到他为你做的事情，就觉得哇，他怎么变了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人哦。好。他可能会为你去搬家、换工作，或者去做一些刚刚说过，也许他以前不会煮菜，现在会为你煮菜；也许他之前这个不是很就是会做家事，这一次就是为了你帮你洗衣服之类的。就是我觉得他会有一些以前不会做，但是就是专属于为你会做的，或者说给你一个惊喜，变得很浪漫等等的。因为你的出现呢，我觉得他有很多的想象力，或者说有很多的爱想要去给你，他其实一直在等待你，你是他心中一直在期盼等待去显化的对象。我觉得你出现在他当中啊，如果他是一个创作者，你会成为他作品的来源，灵感的光，然后你会被他写进歌词里，你会被他唱出来，或是你会被他写进作品里。那你的出现啊，我觉得有点像是因为他是一个可以去影响其他人的人，那你的出现你影响了他，所以你间接的影响到其他人，就是你的影响力被扩散了。好，那我觉得你们对这个人的印象其实是真的蛮好的。你可能遇见他之后啊，心里就是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心里就会有一些心动。那你实际认识到他之后，我觉得你们会有很多现实层面，就是真正进入到感情之后啊，会有一些现实层面你们需要去关注跟讨论的地方，两个人会有一些需要去磨合的价值观，但是你们的之间的吸引力是很强的，所以那些小磨合跟小矛盾对你来说呢，我觉得并不是一个真正的问题，反而是让你更看清楚彼此究竟真实的模样是什么。因为很多人在爱情中他会套着一个美好的滤镜，是有点像是想象对方是我理想中的那个样子，可是其实真正要看见的是要拿掉滤镜的那个对方，那个才是真实的他。那你们两个就是会去踏入彼此好真实的落地的生活中。他是一个我觉得身上有光自带光芒的人，可能有国王气场或是女皇的能量哦。然后他的这样子，我觉得他的这个体质个性跟想法是不断的往上的，也就是说有那种越挫越勇的能量。他会去想办法在这个迷茫的过程中去想办法走出这个困难难关，看见找到出口在哪里。所以我觉得他的出现啊，会对你的身心灵造成蛮正面的提升跟影响。有些人会因为对方的出现啊，你们的生活质量、生活品质有很大幅度的提升，也就是说他会把他的日常带进你的日常，然后他的日常啊对你来说可能是某一种高标，或是某一种舒服，某一种享受。对他来说啊，我觉得他本身啊有一种自我严格的一个要求，也就是说他有一种好，我喜欢赚钱，但也许我不那么喜欢花钱，然后我喜欢把我赚来的钱给另外一半花，这是其中一个概念。也许呢，他是一个，我觉得他愿意为了另外一半去关照，就是他的爱其实是很多很多的，他会用他的能力，他很会赚钱的话就是提供钱，那他很有爱或是很会做其他事情的话，他就会用他的这个能力去给对方，甚至是这个给不是一个委屈或者是一个利益的交换。因为有很多人他给的爱，他是想要去控制你，或是他是想要去跟你拿来说嘴，你看我为你做了多少事情。但我觉得今天这个人他给爱，他是一个不自觉的就会去这样做，甚至他也不会去
计较，因为他也不觉得他付出了很多，因为他也觉得说，你的存在其实你光是存在在这边，光是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个你就非常非常的有力量。好，那他是一个好胜心跟自尊心都比较强的人哦，他也是在这个世界中，我觉得他是不服输的，想要去争取的，想要去累积的，然后他的这个状态是他会想要在这个世俗的世界中去获得所谓的他所想要的那样子的成功的一个东西，而且我觉得他也有能力去获得。很多时候他想要走的这个方向是超乎体制，或者说超乎一些世俗常规的控制，去到一个更加自由的一个地方哦。他有因为一开始就是说他是一个有抗压性的人，那此外我觉得他的一个责任心是不错的。你们遇到他的时候啊，可以看一下他在人生中的哪个阶段。如果他是在人生中初始的阶段呢，我会说他是一个潜力股，就是未来啊可以知道他绝对会有很棒的一个未来哦。那如果你遇到他的时候是在他人生中期的一个阶段，你可能看到他所想要拥有的一切都已经慢慢的到位，慢慢的到手。好，那我觉得你们当中的其中一个人啊，可能会需要跟原生家庭的某一个人和解，你或是他需要跟原生家庭的某个人去和谈跟和解，因为这好像是一个伤口，它会隐隐的作痛。好，那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啊，会有一种很深很深的幸福感。这个幸福感是他去为你考量，就很多时候做很多决定之前呢，他会先考量你的感受，再考量他自己。在生活当中一些很细微的一个地方，比如说有一些你不喜欢的那种可能家庭的约会或者什么样的聚会，他会帮你先挡掉，或是他在考量一些决定，也许是什么旅行的决定，或是要不要生小孩这件事情，或是房子要买在哪里，怎么样子的布置，以及生活当中的一个小细节，好，他都会去优先的考量你。对，我觉得如果你们是不同国家的人哦，他会去学你的语言，因为想要去更深的去了解你。也就是说，在这段关系啊，你们其实不用这么的出力，不用这么的费力，因为他是一个深深的爱着你的人，他有很多丰沛的爱的能量。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们之前经历过一些苦恋或是虐恋，或是不断的掏心掏肺，这段关系会完完全全的不同哦。第一个，他的爱是丰沛的，所以他会给你很丰沛的爱，让你感觉到这个是很满足很丰盈的能量。第二个就是他不会用他给的爱来索讨你，或是情绪勒索你，因为他觉得这个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本身他就会去这么做。所以我觉得假设你们之前有过不好的感情经验的话，这些不好的经验在这份正缘的连接中，你们的心会重新的被洗涤，重新的相信爱，重新的相信爱，重新的让你的人生，我觉得各方面都稳定下来，然后继续往前走。好，以上啊就是有关于第二组朋友啊，你们今天的解牌啦，真的是很棒的一个正缘哦。那最后也提醒大家，米娅塔罗线上课程已经快要上架完毕了，上架完毕之后价格就会调涨，所以想要加入、想要学习塔罗的朋友可以赶快加入哦。我们下支影片见，拜拜。Hello，选到
第3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蜜雅。那我们今天呢，要来帮大家看一下属于你们的正缘讯息哦。那首先呢，来对应一下第3组朋友你们的能量哦。首先，我觉得第3组的朋友啊，你们有一个好像明星一般的魅力哦，但是你们不知道，就是有一种自己好像明明有这么棒的一个优点，很多人都很欣赏你，但是你不知道。我觉得你身上的特质跟气质很迷人，比如说你可能长得颜值很好，而且是那种天生长得很帅很好看，但也许你自己不知道，你就没有特别的想要去比如说打扮啊，或是加强，或是说很精进很钻研在自己的外貌上斤斤计较这样子。但其实就好像颜值来讲，天生的颜值啊，就这种素颜啊，未经装饰过的脸孔或者说身材，也许你们是还不错的。你们明明颜值这么好，或是说那么有气质，这么幽默，这么好笑，这么吸引人，但是你们好像并没有好像把这个当作是一个手段，在感情中去玩弄别人，去吸引别人，反而有一点好像不知道别人这么喜欢你，别人这么欣赏你，你身上这个地方这么棒。也就是说很多时候啊，我觉得你们其实明明就可以靠着你身上这种特殊的吸引人的才华，也许是会讲话口才，或者是说颜值就是很高，气质就是很迷人很吸引人，明明就可以透过这个手段去拉拢人心打动人心，或者是说也许可以去得到一些 VIP 的待遇，但是你们没有哦，你们就是偏偏就是要靠你的实力很公平的去竞争。这么说好，我觉得有些朋友啊，你也许单凭你的条件你就可以去好像嫁得还不错，或者是说娶到还不错的一个对象，但是你们并没有想要靠这种外貌的手段去迷惑一些人，就是迷惑一些可能对你很着迷，条件又很好的人。我觉得你们没有那么多的心机放在这个上面哦。你会倾向让自己成为一个有实力的人，然后真正的你会去很努力的打拼，很努力的去展现自己，或是说当一件事情交给你你要去把它推广出去推展出去，或是你要站在舞台之前啊，你绝对会很用心做好很多的准备。你其实给你自己我觉得蛮高的一个标准，然后你也会希望你呈现出来的样子是好的。那你们内在啊有一个我觉得很可爱很搞笑，或者说很活泼的那个孩子，可能他有一些天马行空的想法，就是跟你在职业上，在这个在职场上，或是在学习的那个环境啊，可能是有一些落差的。我觉得也许你们内心啊有一个很强的这种自我风格，或者是自我表达欲哦。我觉得你有一些很特别的个人的想法，做事的风格，或是你想要做的事情哦。一旦你也想要做的事情啊，我觉得你其实就会非常认真的去投入在这个上面，或者说一旦你愿意去钻研这件事情，你绝对可以把这件事情搞得很懂，分析得很透，然后讲话也非常的一针见血。所以呢，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啊，其实你们呢有很多的惊喜哦。你们呈现出来的样子其实比你自己想象的还要好，那你们也有一些好像很让人出乎意料意想不到的一个地方，就没有想到你在这边呢会有这样子的神来一笔。那这组朋友我觉得你们也是有一些所谓的难搞的地方，但是你们并没有想要去收敛，你觉得说这个就是你的一部分啦，然后这个也是没有办法去
收敛的，或是特别在感情中，在爱情中，你甚至就想要找到一个可以驾驭你，或是可以包容你这些难搞的地方。所谓驾驭，就是这个人他一出场就是融化了，你可以为他放弃你那些就是小坚持啊，或者是就是你越心甘情愿那么做。另外一个就是对方就是很包容你，就是可以完完全全的展现你自己。那我觉得你们身上有一个很强大的一个魅力啦。你其实在很多的时候啊，可能不自觉你跟别人交谈啊，或是买东西啊，或是就是比如说搭大众运输工具，你坐在某个人旁边，你可能你的发香或者说你的气质，你讲话的声音就已经吸引到某个人，就已经有人在远处默默的观察你，但是你自己不知道，就是你们有这样子的能量，好像一出场你没有刻意要炫耀，没有刻意要张扬，就是那个目光啊，很容易大家就会看向你。好，那这组的朋友啊，我觉得你们有一种好像绅士的风度，或者是说有一种想要去维护那个场面的和平，你们其实不想要把场面搞得很难堪。也就是说也许当下那个环境你是很紧张，你是很害怕，或者说其实是有很多挑战的，但是你还是会稳住你的心情，去完成你当下应该做的事情。你不会用那种很夸张的言语啊、行动啊、尖叫啊，然后好像很失控的方式去表达。我觉得你们还是会稳住你的情绪，好好的去把你应该做的事情完成。还有你们不大喜欢去破坏某一种团体的和谐或是气氛，也许你会在某一些场合啊，就是看到就是假设你看到有一些人被针对，或是说有一些人不小心出糗了，我觉得你们会用一些比较委婉或是其他的方式去提醒那个他可能拉链忘了拉或者什么之类的。你会有一种细致在人际的互动的过程中会让人家感受到温暖，然后是好像有点像是你默默做这件事情然后很细致的帮别人处理好，但你不会大声的去跟别人说这个是你做的，你不会去邀功那其实你们怎么说呢？你们也是需要被保护，或者说需要被理解的，特别是你保护了很多人的情绪，然后你去理解了很多人，我觉得你们的存在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存在。很多人想要跟你当朋友，很多人愿意去亲近你。好，以上是第3组朋友你们的一个验证牌那你觉得有符合的话，我们就继续听下去。接下来呢，就是要进入到很棒的这个你们正缘的这个部分那我们会分成几个部分，第一个就是你们可能相遇的时间点，还有这个人的一些特质就是如果我有读到，就会尽量的跟你们说，还有你们相处的一些细节。首先是我觉得你跟你正缘相处的相遇的这个时间点我们这边出现的提示牌卡是9跟12，所以呢，我觉得快的话9天9周都有机会，或者12天12周，所以我觉得这一组你们正缘不远了。那有可能是在某个月的9号、19号、19号，或者是说某一个月的12号，会是你跟你正缘第一次出去相遇，或是谈天，或是说有什么样子发展转折点的一个日期好，那来看一下你的这个正缘是什么样子的人首先呢，我觉得你们这一组对应到的这个正缘的能量非常的特别它是那种王子、公主、国王跟皇后，而且它是那种它不是怎么说？她不是有公主病的公主，她是真公主，或是真王子、真国王、真皇后。我觉得这个人的家世还不错，他从小被用还不错的方式去培育、去养育，算是一个被好好栽培下来的一个人吧。我觉得对他来说呢，他其实要什么有什么，什么都不缺。然后
可能别人费尽心思去得到的东西，对他来说就是习以为常的一个日常那他不会拿好像自己不一样的地方，或者说自己拥有的一切去跟别人炫耀。好，我觉得他的这个就是一些价值观或者三观还蛮正的，他能够去欣赏你身上的一些特质。我觉得你们两个灵魂上有一些本质上相同的一个地方，那些地方呢是在其他人跟你们不同频的人其实是看不出来的，那是一些很隐晦的特质，或者说对一些观念跟事件的一些想法。它不只是一个大方向的分类，我觉得有点像是这个大方向，这个体系或者说组织或是想法概念下面，它可能也有很多的小小的分支、小小的支流，你们就是在那个小小的支流，在那个细节上都可以取得一个共鸣跟共识的人。所以我觉得你遇到他的时候，哇，你们两个真的是觉得真的谈起天来说起话来很舒服，对，就是这样子的感觉。我也是这样子想，但是我周遭都没有人遇到可以跟我谈论这个话题，或是都没有这样子的想法，所以你们两个我觉得遇到的时候很心动，而且有相知相惜的能量。好，那我觉得你内心有一些黑暗面，或者说你有时候其实很想放弃，或者是有一些其实因为被打击而黑化的部分，这个地方其实你是存在的。而且我觉得有的时候你会受不了一些好像别人给你扣的帽子，比如说男生应该怎么样，女生应该怎么样，应该要怎么样去遵守什么一些古老的也许是流传下来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或是职场的一些伦理，那些伦理并不是说你不遵守，而是你觉得要去遵守，可能会需要有某一个前提嘛，比如说父慈子孝，前面就是父慈，它是一个好像相对的，并不是说盲目的不管别人怎么对我就要好像义无反顾的去遵守。包含公司也是，你觉得这个有一个前提是要在的，甚至我觉得有一些长幼有序的观念，我觉得对你来说不见得是你们并不是不遵守，而是我觉得你更加看重的是好对方是不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而不是他是不是一个长者。就算他年纪不大，他值得尊敬，你依然也会尊敬，而不是因为他是一个长者你就无条件的去尊敬他。我觉得你们会有自己的一些反思跟想法，然后呢，我觉得也许你们的这种想法你不大敢明目张胆的表现出来，你可能就只能在心里想，因为这个社会还是有它一定程度的合规跟规范需要去遵守。可是你遇到这个人的时候其实你会怎么说呢？你会去想说你脑海中一些比较黑暗，或者说比较这种嫉妒心跟黑化的部分到底对方有没有办法去接受呢？或者是说我觉得你会犹豫说自己是不是要戴上面具，把一些东西隐藏起来呢？其实你跟他相处的越深，你们心中的这个防备就会越加的去瓦解，因为对方其实是一个我觉得算是很敏锐的人，有很多东西他不说，你不说，他其实也可以察觉到你的黑暗面，但是呢，你的这个黑暗面对他来说并不是扣分的，你知道吗？他就是也没有要追求一个所谓的好像很完美、很完好的一个人设。虽然很多外人看起来你们好像是很完美、很完好的，可是这个人，我觉得他会去理解，他对于很多事情的想法并不是非黑即白的。以及他的观念是他愿意去站在别人或者说不同的角度去思考他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想法，这可能也跟他成长的背景有关。他其实没有那么多的就是愤恨、怨恨、嫉妒跟比较，他拥有很多的东西或者是资源，然后我觉得他不能说没有吃过苦，可是也因为他本身拥有的这些资源还有聪明才华，确实让他在整个成长的过程中
比别人顺利很多。那我觉得今天他遇到你的时候，他会去观察，更想要去了解你。另外有一个很棒的部分，就是他会出来维护你哦。过去你们曾经被怎么说不公平对待，或是承受压力、困境，或是一些金钱，也许是金钱的一些不解，就是处理不好的部分呢。我觉得这个人他会跳出来，用他的方式去帮助你脱离某一些不是这么公平，或是一些比较混乱的一个环境。这个人他会用他的能力跟资源跟力量去维护你。那我觉得你跟他如果结婚的话，你们会有那种比较梦幻式的婚礼哦，可能会在这种美丽的古堡、城堡，就是或是海岛。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梦幻、非常精致的一个想望，对，确实会实现在你的生命中。然后呢，来看一下，其实他喜欢你啊，就是喜欢你的，包含那个怎么说，真善美跟阴暗的部分，他都喜欢。那他能够去接受，所以其实你们不用害怕。特别是我觉得，如果这一组的朋友，你过去可能有一些情感的一些历练经历，或者说你觉得你的这个条件，有些朋友你可能是就是之前有结束婚姻，或者是说是有小孩的之类的，我觉得他不会因为你过去发生了什么事情把你去否定掉，甚至他会去爱屋及乌。如果你们是有家人需要照顾的，他会去爱屋及乌，去照顾你身边的一个家人哦。你们两个啊会有很多聊天啊，交换讯息的能量，而且是聊得很开心，好像有看到对方的讯息就觉得非常非常的放松，就觉得对人生有非常非常多的期待哦。这组的朋友，我觉得你们本身工作能力啊，或者说你的这个态度跟你的性格，其实会容易去给你吸引而来一些好运。因为其实你遇到这个工作的对象啊，很可能就是在一些你在处理一些比较实务层面的事情，也许是生活、法律或其他方面相关，或是工作相关的事情，也许是真的是在工作场合遇到，或是工作完你想要去放松一下，都有机会去看见对方在生活中、在生命中很努力的一个模样。他处理事情的时候啊，或是他在跟别人交谈的时候啊，我觉得就会有一种魅力，让你去爱上他跟欣赏他。我觉得他有一种特质是，他不会去计较一些就是小钱、小东西、小事情。他觉得比如说跟你在一起的时间比较重要，不要花就是钱可以解决的事情其实都是小事情。他觉得有些事情如果可以花钱让我们的生命生活更加舒适、顺畅、便利，那就用钱去解决吧。我觉得他是一个这样子的想法。然后跟他在一起的话呢，我觉得你们两个就是会有向上提升跟向上升华的一个能量。你们两个啊会达成一种心灵上的契合，你们在思想、价值观跟情感层面都是非常非常的匹配。也就是说，我觉得这个会引导你跟他进入一段很真诚、很深刻的一个关系，它是一个高层次的爱跟理解。有些朋友啊，这边要提醒一下，你遇到这个人的时候啊，你跟他其中一方可能是有某一种感情的牵扯，或者是说也许是当下还处于一段感情关系中，或者是说心中还有就是可能还跟这种前任啊，就是有一种
已经断了，但可能还没有完全断的一个状态。但是当你们相遇之后啊，对方或是你可能会感觉到，其实现有的关系或者说过去的关系没有办法给他带来他想要的情感上的滋养，因此他会去做出一个更适合更契合他的选择，或是你会离开原有的一个关系，去做一个更适合更契合你的一个选择，去寻求爱情跟精神层面的一个满足那你们遇到这位对象啊，不管你们是同性恋异性恋，这位是男生还是女生，我觉得他都有那种很创造很积极的一个能量，然后你跟他相遇之后啊，又会对他的生活带来更多的这种新的热情跟新的一个灵感。他是一个很有魅力很有自信的人他能够理解你的一些情感的需求，而且我觉得他会让你就是促成你生命中更多的追寻跟冒险，然后你们两个会一起走向一段新的旅程，进入一段新的关系。然后这个怎么说呢？这个情况的发生呢，我觉得你在遇见他之前，你已经累积了好像许多的爱的能量，可能就是想要找到一个出口，或者说你已经累积了很多的期待去遇见这个人。那你的这个伴侣跟正缘啊，有机会是来自于一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或者是说他的家族中啊是有那种异国文化的，他能够给你带来不同的视角跟生活的一个体验。你们过去啊，可能在情感里面，或者说过去在交往的时候啊，或是在单身的时候，如果情感没有得到满足的话，你们可能会选择就是在梦想跟幻想中去寻求某一种安慰，也许是逃避现实，或是可能逃到某一个戏剧小说或是你的幻想中去寻找一段美好的一个爱情可是当你遇到他之后啊，我觉得你会把好像过去就是你也许之前很爱看那种就是甜剧啊宠剧啊，然后作为一个理想这种感情的投射，我觉得现在遇到他之后其实通通不需要了，因为你会把大量的时间精神或是焦点自然而然的就是转移到对方身上，这段关系对你而言呢有莫名的吸引力跟诱惑力。那另外啊，我觉得你们遇到的这个对方啊，他可能有某一种家族事业的一个承担，比如说他们都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职业，也许他要去承担这样子的一个职业，或是家族的一个体系事业体系，或是他需要去帮忙他的这个家庭，也不能说是帮忙，因为那个就是他可能规划的一个部分，他需要去壮大。那相处之后啊，其实物质层面大家绝对不需要去担心，他能够去，他不仅自己的物质非常的丰盈跟丰盛，然后还能够去支持你。虽然我觉得你们不见得会想要对方好像就是因为你们也是一个希望自己有能力可以建构出自己一番事业的人，但我觉得对方也会用好像他自己可以的方式来帮助你。重点是呢，他懂得如何去珍惜你跟照顾你，在情感上可以给你很稳定的一个支持所以我觉得他会帮助你走出某一种人生的困境，情感的困境，他会给你带来一种治愈感跟安全感。那另外这边呢，要提醒的事情是，可能你遇到他的时候呢，会有一些人怎么说呢？这些人可能是嫉妒你的人，或是他是一些
就是不好的人看见你拥有这么好的爱情，或是即将跟这么好的人奔赴，他可能会想方设法的去阻挡，或是他是某一个旧有的曾经你认识的一个人他就会跟你说一些对方的坏话然后他就会去提供给你一些比较虚伪的这种情绪价值然后告诉你说要往这边走，他才是一个值得选择的对象，然后有点像是要让你跟你的正缘之间有隔阂，或是想要挑拨离间。但是呢，我觉得最终这些人的面貌都会被揭穿。虽然他们可能会有一阵子想要去迷惑你，或是有一阵子想要去抢夺你，或是有一阵子会利用你心太软等等的，但是最后呢，你们终究跟你的正缘它是会结合在一起的。好，如果你们在前一个感情的阶段中有遇到一些比较冷漠，或是突然断联、失联，或是拒绝你的对象，也有可能是因为一些现实条件，你不得不就是去拒绝，或是你自己停止往来的一个对象，或是可能因为一些就是各种问题没有办法发展下去的那些原因啦。我觉得到了你跟你的正缘其实很多过去你会担心的、担忧的，或是一些现实条件、那些环境或是各种问题都会被宇宙解决。就是你会非常平缓、非常舒缓的看到你跟对方的爱情是可以开花结果的，它不会有这么多的好像冲击，这么多的难关需要去突破跟克服。除了前面说到的可能有一些小小的这种波折，就是有人会嫉妒你或是羡慕你，就是可能也会有一些旧人想要就是想要再去好像扰乱你的心吧，他会有一个好像以虚假正缘的面貌出现，叫你选他。但我觉得最后其实你们会自然而然的跟你的正缘走在一起，你们拥有对方其实就拥有了爱，拥有了全世界。所以呢，我觉得你跟他的爱是非常非常的坚定不管这个世界好将来你们两个会经历什么，这份爱情其实会让你们克服一切。其实我觉得第三组的爱，你们有一点那种童话故事的味道。我觉得能够这么童话故事，是不是也是因为对方其实本身家庭物质环境条件真的是还不错，也许我觉得你们两个不用面对，至少不会因为柴米油盐酱醋茶去吵架，也没有那么多生活的琐事。也许一些一般家庭会遇到的这种家事的一些可能会吵的一些事情，对你们来说其实并不会，因为刚刚说过嘛，对方可以用钱解决的事情都可以解决，请人来打扫或是什么其实都是有办法去解决的我觉得更多是你们有更多的时间精神去享受生活，体验生活跟生命的一个美好。好，以上就是有关于第三组朋友你们的一个正缘讯息啦，恭喜你们。最后呢，再提醒大家，蜜雅的塔罗课程即将上架完毕，上架完毕之后呢，价格就会调涨，所以可以请大家想要加入的赶快加入我们下次影片见，拜拜。